那我们就正式来看线性映射来看线性映射。那线性映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会勾勒出这样的一片天？那我们修很多科目呢，都要有线性代数的这一个背景，包括我们现在正要主推的这个量子计算量子电脑，没有？那当然是个很重要，才会有这些出现。好，那我们正式来介绍什么叫做 linear mapping。那有人叫做 linear transformation， 有人叫做 linear function。那我比较 prefer linear mapping 这个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就叫做 linear mapping。好，那我们呢原则上前面辛辛苦苦的这一个布局呢，就做什么事？就是一定还是要先讲说 V 跟怎么样呢？跟 W 它是两个vector space vector space， 它们是 vector space。因为要做这一个计算嘛，所以他们必须布于同一个 field f， 要不然的话我们后面计算不动的好，然后呢and 怎么样呢 and 这个 t 出场了，它是一个函数它是什么呢 is a function， 它是一个函数，有没有看出来？这个 from这个 v to w， 也就是说定义域空间是就是说定义域空间的话是 v， 那对应域空间是w domain 跟 codomain， 有没有？我们就两个出来。好，那这样先交代一下它的一个基本背景那开始来定义。好，就是说 t 它是一个怎么样呢？它是 it's a linear mapping。那以后我们在撰写的时候要简单几条，就想要把它写成这样，就类似我们前面 LC 跟 LI 什么一大堆种种的机制它叫 LM。 好，那很正式的定义那当然在早前我还录了几集去解释这些观念，很多同学就一开始不能建立这个观念，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那我们想办法来把观念慢慢跟同学建立。我向量空间 V 里面有两个向量，他们在定义域空间的加运算可以打到对应域空间去做加运算，你们看到有没有？所以这个很好玩。那另外一个 x 属于 v 的话c 是一个存量 f， 那我在定义域空间把它拉长假如拉长好了竟然也可以是等于在对应域空间拉长这样子。那但是一般我们在检查这个时候就检查两个条件，一个 t x 加 y 等于 t x 加 t y， 我就不念了那 t c x 就等于 c t x。所以好，那这样可是这样在检查的时候很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有个定理证明我没有证明因为这个你就先记一下，因为证明的话又要花一点时间这样你就把它想一下，就是说好，这个任意的两个向量在 V 空间里头，那还有存量 CD 在 F 里头。原来线性代数就是在检查线性组合的映射行为。所以你看 CX 加 DY， 我故意把它写成 C 小一点点 T 大一点点，有没有？让你晓得原来那大部分的课本都会这么检查，没看出来？那有更 advanced 的，甚至用 TCX 加 Y 等于 CTX 加 TY 那个我们就没有感觉，我们要有那种线性组合的感觉，就是说在定义域空间 CX 加 TY 是个线性组合，我打到对应域空间去就变成 TCX 加DTY， 这样很好，很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线性映射的感觉，那这样玩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好，那有这样的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天字第一号的一个线性映射零函数有没有？那这个零函数当然就很简单讲一下了。T 呢，假设它是我们的 zero mapping， 我们的零函数能看出来。那什么意思？对所有的 t 属于 v， 那 tx 呢都会映射到0，有没有？映射到0所以这个没问题。那你怎么证明它是个线性映射？所以有点无聊但是也没办法，考试考出来它有人家的规范。对于所有的 x y 属于 v，因为我就配合它这个，所以我就
把那个变数就随便自己取了一下。嘿，好，那 t 的怎么样呢 ？cx 加 d 的 y， 所以变数可以随便你取，因为 cx 加 dy 还是在v 里头，嘿，所以呢，它本来就等于0。那0是不是等于0乘上 c 乘上0再加？那这个就是存量跟向量的乘法，我故意把它mark 出来给你们看，有没有？所以呢，好，那这个很明显等于 t 的怎么样 ？cx 加上 d 的 ty， 所以你还是要很规矩的按照它的一个规范去这一个说明它一下。嘿，好，那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啦。所以 t 怎么样呢 ？t is a linear mapping， 好简单，有没有？所以这个写起来就很有这个基本的成就感哦。好，那再往下看，再看一个题目，我就给一个题目，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点。t 是 R2 映射到 R2， 那定义成 t x y x1 x2 等于 x1 负 x2， 故意这样小简单的题目，那叫你证明它是线性映射。那你考试的时候你就说常这种送分题，可是很多同学还是不要它，我也没办法咯。那你就，但是问题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注意老师在严谨的撰写，还有包括做作业，我就开始写出2个点 x y 在 R2 里头，那 c d 属于 R，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写咯 ，cx 加 dy 啦，考试就这样这里变啦 ，t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分量跟第一个分量相加，有没有？这个第二个分量跟第二个分量相加，那因为我们的映射已经给了嘛，这是我们的映射行为，好咯，把它写出来了 ，c 的 x1 加 dy1，那第二个呢就变减怎么样呢 ？cx2 加 dy2，这样写起来还 OK 的哈，注意那个负号，所以呢把它腾开，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考试的时候你还是要规规矩矩的怎么去写它，你看出来，因为这些符号的写法，负 y2，就等于什么 c 的 tx 加 d 的怎么样 ty， 有没有看到？没有问题，所以整个就我要当，那这样我们就证完了哈，就那当然就不用再给一个太结论了哈，反正就把它直接证出来。那接下去的话就是说，在线性映射的那一个里头，就常常两个基本的问题出来，比如说定义域空间的0会映射到对应域空间的0，注意这2个0其实是不一样，但是排版排的一样。这个0的话，很明显是向量空间 v 的0向量，那右边那个是向量空间 w 的0向量，但是一般的课本就把它写成一样。那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定义空间的那个缓向量的话，打过去就等于是对应域空间的那个反向量。那怎么证明？我们先来证第一个，比如说 t0，那很明显0是等于0加0，因为它是加法是一个交换权嘛，所以那线性映射不是 t cx 加 dy 等于 ctx 加dy， 其实它有2个逗出来，那这个你没有问题，这个就可以直接把它写出来，有没有看出来？那写出来以后呢，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这2个消掉，那像这边就只剩下0向量而已嘛，剩下0向量，所以因此你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得到这个式子会得到等于0，有没有？所以 t0 就会等于0，吹笔哦，证完，但是整个在撰写的逻辑是要对的，这个叫做 problem solving 或叫 logical thinking， 它有一个这个推论的一个过程，这样。好，那第二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要证明有没有？这2个元素在对应域空间的2个元素的2个向量的相加，那它满足，因为它们是线性映射嘛，所以这个等于什么？等于 t0，那 t0 第一步已经证明它等于0了。那请问各位，这2个有什么关系？这2个有什么关系？这个元素，你看这2个互为反元素嘛，所以就可以推出来 t 的负 x 的反元素就怎样？
负的 tx， 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你如果说你这样讲记不起来，那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把这个把这个式子移到移到等式的右边去，就变成一个负号。用这个一般你们的想法来想也都可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困难点。好，那没有困难点的话，前面那边基本的观念已经有了，可是接下去我们慢慢引出我们线性映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标题叫 Linear Mapping 跟它的 Basis。基底出现了，有没有看出来？那一般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dimension 这一个它是有限维，有没有？那还有我们的 dimension 呢 W， 我们一般在研究的时候都是有限维的，都是有限维的向量空间。那我先从定义域空间开始看起。它有 V1、V2， 假设我给一个 basis， 有没有？它是一个 basis， 有没有？它是个 basis。好，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对于所有的 x 属于 V， 因为要研究函数，我讲过说一定要穷尽映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 x 属于 V 就是要穷尽映射嘛。可是 x 的话可以表成怎么样？线性组合，记得 LC 跟 LI 这个不要忘掉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它可以表成是这个基底的线性组合式，所以呢，我们的 Tx 就变成 T 的什么样呢 ？x1 v1 加这一个 x2 v2 点点点再加 xn vn， 有没有看出来？没问题。你说写到这边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啦。x1 t v1 再加上 x2 t v2，点点点有没有？再加上 xn t vn， 这什么意思？这按照我们前面的讲法的意思，它属于哪里？它属于 span 呢 ？tv1 tv2， 那这个的话，因为我在前面有一节，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没有把它加进去，后面有可能会再加进去。哇哦，竟然变这样！所以告诉我说，我要研究一把线性映射枪，虽然我子弹要穷尽映射，可是你看看我把它做一个结论 ：The mapping behavior 映射行为 can focus on， 我可以专注在哪里 ？The mapping of each vector in the basis， 也就是说，我以后只要注意它的映射行为，它的映射行为就可以了。我就不用去规范的每一颗子弹，我只要规范那个基底里面那个 N 花子弹的什么映射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线性映射的特性，棒棒棒！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持续利用这个观念往下讲。好，那这样有这样观念以后呢，我们就要看这个题目一个小小题目，就是说，好，我是一个2维映射到3维的一个线性映射，那我知道说，我的标准基底有没有？我的标准基底的映射的一个数学行为，那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在打字的时候会很挑剔，这个会非常的挑剔，就是不准你多一个空格，所以这个在排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空格，那这个就告诉各位同学，你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的，不准多一个空格，好，这个常常排版就可以看到你的专业训练够不够，因为这个都是我自己把它排出来的，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标准基底是10嘛，01有没有看出来？那前面讲过了，我 take care 一把线性映射枪，我知道 take care 怎么样？我只要 take care 它的这个 basis 的映射行为就可以。那它不就是表成这样子吗？哇，怎么变那么简单呢 ？x1 Te1，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已经都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这2发子弹的映射行为了。我喜欢把人家当做这个枪来看，有没有？所以呢，那这样的话，第1发子弹的弹着是132，那第2发子弹的弹着是0-1 有没有？把它整合起来，好简单。第一个分量就是 x1， 第二个分量等于3x1 减去 x2， 那第三个分量是 2x1 再加上 x2。哇，好简单，好简单。所以这个线性
线性映射它有它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数学的行为这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invertible 哈，那 invertible 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哈，它被翻成叫可逆。可逆有没有看到叫可逆？好，那有时候我们就叫做可逆函数。那因为可逆在线性映射里面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好，我是一个线性映射，那我来定义什么是可逆。那前面已经看过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几个名词把它搞定。那也就是说 T 怎么样呢？ T is 1 to 1 and onto 有没有？等 onto 这样。好，那没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可逆有什么好问题可以玩？一般我们在常常考试会出现这个题目，比如说 T 是可逆一对一且映证，那在高中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它的反函数存在。那反函数存在的话，它是一个线性映射，也是个线性，怎么证明？所以我们现在来证看，因为这个是常考的题目。所以原则上对于所有的 UV 属于 W 有没有 ？CD 属于 F。那我想干嘛？我来做一个场边的小的 warm up 一下，没有？就是说，我们干嘛呢？我 want to prove， 就说，你把那个 T inverse 看成是一个函数，有没有？我要证明它是个线性映射那就变成 C T 的 inverse U 再加 D 的 T 的 inverse V， 有没有？我要来证明这一个函数是满足这个线性映射的那个什么结构，有没有？好，所以呢，好，可是它的母函数是这一个 T， 所以你还是要去把它数学行为讲清楚。所以你发现的 T inverse 这个 U 呢，返回去是 X。那 T inverse V 的返回去是 Y， 也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 X 打中 U， 那 Y 呢打中 V， 那因为它是一对一且映射，不可能有2对1。好，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来证明，就是我要证明我那样刚刚在侧边写的那个结果有没有？好，所以原则上我还是把它写出来。所以先从这个的数学行为来看嘛，那这个式子等于什么 ？CU 加 dV 啊，那它等于什么？因为 T 本身是个线性映射啊，有没有看到？那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这一个元素映射到这个元素，那反过来看的话，什么意思？反过来的意思是说，这个 CU 加 dV 它会返回去的元素是 dCx 加 dy， 那这个式子不就是好，等于 C 有点快要写到旁边了没关系，待会我再测一下给你们看。这个再把它点开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样不就是整个都把它证出来了吗？等于是说我就可以发现说，我这个的映射行为，有没有看到这个的映射行为？有没有看到？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我证出这个结果出来了嘛。证这个结果，那一般的同学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会头壳还是会有点小打击但这个是常考的题目，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可是一般在线性代数里面很讨厌有一个名词出现，什么名词出现？就是说一个叫 non-singular， 那中文翻成叫做非奇异。那非奇异跟可逆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绝对的关系。那后面我们再慢慢的娓娓道来，这样好，他说 T 呢 is non-singular， 它叫非奇异。non-singular 看出来 non-singular 好，若且为若 Tx 等于0。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打中了圆心，对面的0我就把它叫做圆心。这个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很喜欢这样开玩笑，那同学比较容易记起来。我打中对面的0，就是打中对面的圆心。
那打中圆心的只有什么？这边的定义域里面的0，这样的一个线性映射枪的话，就叫非奇异线性映射枪。哇，好强好强！那这种情况之下，都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两个名词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什么样？是相同的。那这个后面再证明，因为目前的基础还不够啊，必须还在经过几节之后才有这个能力。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就说 T 从 V 映射到 W， 它是个线性映射，那定义域的维度跟对应域的维度是一样。那 T 是可逆的话，那 T 就是非奇异。哇哦，这两个名词要记得，在线性代数常常出现，不要把两个混在一起。Invertible 是说它的反函数存在。那这一个 non-singular 就是说0点只能映射到0点，没有其他的点可以映射，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个名词能够搞清楚，表示你就非常厉害。那这边就有一道考题，这个是当年清华大学某一个研究所的考题这样。好，假设说我在 Rn 空间里面有两个向量 x、y， 它们是线性独立，那叫我们证明存在一个奇异函数，一个非奇异函数使得 Tx 等于 y， 那怎么弄？那这种题目其实也不难也不难，我很快的证明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好，我令 v1 等于 x， 有没有 v2 等于 y？ 那 and 怎么样呢？因为 Rn 空间嘛，我就可以把它 extend 到哪里呢？ extend to a basis， 我就把它映射成一个 basis， v1 把它扩展，有没有到 v3到 Vn， 有没有看出来？那我定义它什么样定义？我扩展完以后呢，这个最重要重点在这里咯，绝招！我就定义一个函数了我 define T 从 Rn 映射到 Rn， as 那前面讲过了，我要规范你把线性映射枪，我要规范什么？它的 basis 就好了，好简单，有没有？所以我的 T1 就把它规范成映射到V1 映射到 V2， 就是把 X 映射到 Y。那把 V2 规范映射到 V1， 哇哦！那其他的呢，就是自己映射到自己。你们看出来 ？I 呢等于3、4点点点到 N， 有没有？哇，这样的一个规范容不容易？其实不难继续看下去，说我要证明它是线性映射枪。那证明它是一个非奇异的线性映射枪，怎么证明？就说对于这个，如果说你看我把它写清楚所以这些的写法这个因为我教了几十遍了所以手法就变非常熟练。那你要练习我这些写作的手法，在考试就会这个无往不利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要证明 Tx， 反正就是我刚刚讲过说你要证明什么事情 ，Tx 等于0，你要推出来 x等于0，没有其他的解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我要来解这个事实啦。V1 有没有？再加把它写出来x3 Tvn， 再加到 xn 的 Tvn 有没有？等于0，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x1 V2 注意咯x2 V1 因为映射不要忘了这个映射，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等于 V2 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等于 V1 有没有？写对咯 x3 V3 我才管你怎么样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 Vn 等于0。注意有没有？注意我们的再回忆一遍 ，basis 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是 LC， 一个是 LI 不要忘了所以它是 LI 它现在是这个是 LI， 所以 LI 的话，那告诉我说它的线性组合式等于0的话，仅有0解，所以 x1 会等于 x2 会等于点点点等于 xn 等于0，也就是什么意思？我们找到了 x 等于0，有没有看到？是证完的，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呢，赶快做一个结论我就偷懒的把它 copy 过来所以 there exists a non-singular linear mapping such that Tx 等于 y，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整个东西越来越严谨那不难你只要花点心思去注意它，因为
它再怎么难，也不会比你写程式难。到目前为止啊，当然也有可能有更难的只是说这些严谨的手法当然就是你要一路的养成所以这个是这边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好，那大家一起再把它往下看下去